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四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华盛顿会谈。这场秦刚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国书之前的程序性会见，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在安克雷奇和天津的2次中美互动之后，秦刚形容这次与舍曼的会谈气氛良好。那么这场会谈还有哪些看点？来看分析。外交部官网消息称，周四驻美国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舍曼欢迎秦刚大使来美履新，表示美国务院将为其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刚大使感谢美方为其履职提供支持和协助，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我将按照两国元首今年除夕通话的精神，加强同美方的及时沟通对话，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对话沟通。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秦刚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双方谈得很深入，也很坦诚，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改善两国关系。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舍曼明确阐述了中方立场。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显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议题。在对美关系当中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这么多有争议的问题当中，台湾问题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变成中美关系当中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离一个中国以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这条路线越走越远，中美关系要围绕这个台湾问题可能会发生更多的碰撞，所以谈这个问题就是避免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矛盾进一步的升级，使台海局势更加的稳定和和平。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下午1时48分，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官员在杜鲁门大楼的大门口迎接秦刚大使一行中方人员。下午3时14分，秦刚一行走出杜鲁门大楼，临行前，秦刚还与美方官员交谈了约1分钟。秦刚对记者表示，与舍曼会谈的气氛良好。他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他结束自我隔离后的第一天与他见面，并期待与美方继续对话，期待与美国同事继续对话与沟通，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理性、稳定、可管控、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舍曼也发文表示，欢迎秦刚来到华盛顿，并贴出一张2人会面的照片。英国广播公司指出，这是秦刚赴任后的首场公开活动，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在美中关系处于低谷之际，这场会晤以及双方继续保持沟通与对话的表态是一种积极信号。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表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欢迎秦刚大使来到华盛顿。在与秦刚的会谈中，舍曼回顾了他上个月在天津与中国官员会面的情况，并表示美国承诺继续与中方磋商。在天津期间，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先后与舍曼会谈。谢锋表示，中方当面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其中指出了8项美方错误对华政策，并敦促美方无条件执行，以纠正错误。对于舍曼赴天津之前提出的护栏说，谢锋回应称，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有观察指出，中方已经在安克雷奇和天津2次会谈中向美方清晰画出红线，这意味着秦刚大使赴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在过去的2次会谈当中给人外界的印象是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我们从这一次这个谈话来看呢，这个气氛还是比较好的。中美之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已经达成继续保持他们这个沟通管道的这种通畅、这种公开，双方愿意坐下来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吧。舍曼是美国国务院的第2号人物，主管对华外交事务。秦刚与舍曼的会见属于礼节性的，是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国书之前的必要程序。但观察指出，这次双方在礼节性会见中谈及实质性内容，对外释放出积极信号。实际上，周四是秦刚结束为期14天的自我防疫隔离的第一天。有美国媒体认为，舍曼在这天安排双方的会面，体现了美方的善意。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认为，如果说需要一个巧妙外交的时刻，那就是现在。
中国驻美使馆官网消息显示，秦刚7月28号飞抵华盛顿，在机场，他用英语发表演说称：“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随后，秦刚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在经过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之后，将很快开展工作。7月29号，国务院官网发布消息，免去秦刚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当天，根据美方疫情期间有关规定，秦刚向美国务院礼宾司书面递交了国书副本。8月4号，习近平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免去崔天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秦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自秦刚赴任后，美国舆论高度关注这位中国大使的所有消息。事实上，直到与舍曼的会面的前一天晚上，美国国务院官网才发布了这项日程。但刚一挂上网，美国舆论就注意到这一消息，组织了重点报道。观察指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为美国媒体几乎从不关注礼节性会谈，而这次的例外显示出美国社会对秦刚赴任的期待。CNBC 电视台在报道中指出，秦刚乐观的态度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CNBC 也指出，秦刚以擅长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出名。路透社认为，秦刚赴任的时间点很不错，因为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时期开始恶化，但在7月的最后一周，中美高层商定改善关系。这两家媒体同时都认为，中美关系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在地球上的另一边的法国广播公司则认为，秦刚履职显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在摸索前进的道路。关系已经全面的恶化了，所以他的工作的一个重心已经不是防，而是怎么治，怎么一个化解中美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所以从工作的性质上来看呢，他这种治他这种比防要更加的难。他接手这么一个中美关系是处于一种千头万绪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么一种新常态。所以如何我们说这个稳定中美关系，对秦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北京时间凌晨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谈，表示要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在抵美履新结束隔离期之后举行的首场正式会见呢，国内外的舆论呢都是相当关注的。那我个人认为呢，首次官方接触，它的基调还是相对正面的，也是有成果的。那么双方呢都确认了保持并且加强对话沟通的这个共同的意愿。美方声明，包括舍曼本人的推文，都提到了天津会谈。就天津会谈而言，那么外界印象最深的是国委兼外长王毅设定的中美关系3条底线，以及呢副外长谢锋当面提交的2份清单。可以这样说，最新会见呢，让美方对中国外交立场和底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秦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十字路口，那么这代表着中国外交界对中美关系态势的官方评估。秦刚在中美关系之前加上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这3个前置，强调呢要为此来做推动。这可以看作是中方对双边关系的愿景表述。一定程度上呢，这也是外部世界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前景走向的共同的期待。比如呢，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曾经采用过近似的表述。他2月间在发表主旨演说时就强调说，稳定、理性而且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可以造福世界。那么潘基文他就此阐释，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那如果没有中美的合作，全球解决方案就很难实现。但是呢，之所以强调这呢是愿景的表述，对照当下，那么在中美激烈博弈、全面交锋的很多的场域，恐怕呢不理性、不稳定、不可控，因而不具建设性，才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现状。秦刚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那您对此怎么看呢？那么中美简短声明呢都没有提到会谈的具体的议程，但是呢媒体相当关切秦刚见舍曼时如何来谈台湾问题。这很自然，因为呢近段时间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全方位的操弄，正在越来越逼近中方的底线。那么一个及时的细节例证是，在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紧跟着舍曼见秦刚声明的就是一条有关美日澳印，也就是所谓 Quad 4国高官会的声明稿。那么其中呢再度赫然提到
与会高官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再度拉开四国齐打台湾牌的所谓的架势。今天呢，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回应记者提问，抨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涉华的负面言论。那么，这位司令此前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就所谓协防台湾的提问跑火车，他声称美军拥有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军力，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态。但是呢，阿奎利诺他显然回避了美军尽人皆知的这样一个事实。兰德公司曾经应五角大楼的邀请做沙盘推演，那么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方固然它作为全球第一军事强国，但是呢，如果选择军事介入，必遭败局无疑。我倒建议啊，这位走马上任没多久的印太司令，他呢好好听听阿斯彭论坛上另一位主讲嘉宾的忠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在视频连线中呢就强调说，在中国的外交利益版图中，台湾问题是 mother of all core interests， 是所有核心利益之母。之前啊，王毅刚刚在东亚外长系列会上加场发言，回呛布林肯要在干涉台海问题上死了这条心。那么他在天津见舍曼时呢，也就中美关系划定了3条底线。秦刚大使说，与舍曼的会见谈得很深入、很坦诚。那么台湾问题作为底线中的底线，秦刚自然是要当面再度来向舍曼确认。我注意到呢，今天路透社电稿正是呢以此来作为标题的。中国新大使在美首次高层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好，请广阳先生保持在线，稍后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